看一下我家这棵阔叶绣球，它的名字叫 Let's Dance，Big Bad。我是2022年底，在一家花圃打折的时候买的，当时很便宜，忘了多少钱了，可能就20几块钱吧。开的是让我非常满意啊，它这个花型是很饱满，整个植株也是状态也是非常好，是那种很圆满的、很圆润的一个形态。这边哈，就是右边这边缺了一块，这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下雨的时候呢，它有的花就垂下来了，就接触到地面了，我觉得不太好，就把它剪了几枝拿去插花。这棵花的地点啊，这是在那栅栏的一个东边，是朝东的，然后比较靠近房子，所以它这个光照呢是中午大概11点半到下午3点半左右。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光照情况，春秋的话光照基本上很少，可能是也就1个小时左右吧。冬天有的时候甚至是可能我估计是半个小时，有没有都不知道。但是它表现是还是比较不错的。这棵花吧，就是2022年底买的嘛，2023年经过了一次大迁移，它原来是在院子的另外一侧，是面朝南的。我是看到它那个标签，然后说是它这个可以是适合5区到9区，然后适合full sun to half shade。然后我就一想，5区嘛，咱们这个是5区，但是就是说5区是这个所有栽植这个区域当中最冷的那么一区，它又是说可以 handle full sun 到 part shade， 这样子的话，我们这边肯定是应该是栽在 full sun 比较合理嘛。对吧？然后完了，我就把它栽在那个朝阳的那个栅栏那边，结果是大错特错。第2年，2023年春天的时候，到了5月份，它那个叶子长出来之后，很快就出现了那个焦叶的情况。我刚开始还想是不是就因为这植株太小了嘛，然后可能根系是不是不发达呀，或者是我浇水浇少了之类的，当时也是在摸索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但是后来一观察不对，它那个叶子和花骨朵长得都特别好，这说明根系是没有问题的嘛。然后土呢，我也是经常用手去检查一下，就说它其实不缺水。那后来也是上网也问了一些就资深的花友们，因为就当时已经是接了花骨朵了，也是担心说移栽的话会不会不太好，但是他们都是建议我移栽，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它移过来了，结果这个效果就很好。所以经验教训它官网上的信息或者是它那个标签上的信息不能完全相信，还是得自己多观察，然后发现一有问题的话，马上采取措施去解决。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还是多问问身边的花友啊，或者是多看看油管视频，就特别是那种像我这样子的，有自己亲身经验的花友所制造的视频，我觉得是比那官网的信息和那个标签更靠谱。然后完了，2023年因为是对这个绣球确实是非常喜爱，在很偶然的情况下逛了另外一家花圃，又买了2棵大名鼎鼎的Endless Summer， 左边一棵original 的，这边有一棵叫 Summer Crush， 是中粉色的。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是一时冲动嘛，后来就发现其实这2个花的颜色呢有点重了，在盛开的时候呢，它都是那种中等的很艳的艳粉色，但是完了吧，我觉得这2个花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第一个是它那个植株的大小不同，这棵是晚来的吧，但是它长了2年多哈，说它的高度已经完全超过了这棵姐姐。第2个不同它这个植株的形态不同，这棵Big Band 的话，我刚才也说过，它是很圆润的，虽然我这儿剪了一块吧，当时整个植株是很圆润的，它不会说长着突然冒出来一枝很高或怎么样。但这棵就不一样，这棵其实我已经把它那个冒出来那种高枝已经修剪过了，所以现在看上去还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呢，它是会突然冒出一枝的，所以这整个植株的形态
就比较自由散漫。我就是现在还是有点搞不准这个是能不能修成那种圆润的形态，我还在试验当中。因为为什么有这个疑问呢？我这边这一颗 original 这颗吧，它原来是2023年到2024年吧，也是就说形状是那种自由散漫的，但是完了今年春天2025年春天的时候，我把它其中一个高枝给剪了，然后完了它现在形态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还是比较和谐的，和旁边这颗 Big Bang 的在一起，就比较圆润的一个形态。然后颜色方面的话，我现在也发现，其实它虽然这两颗都是艳粉的嘛，就是盛开的艳粉，但是还是有所不同。就是这一颗的话，从8月份开始，慢慢就是盛花期过后，它颜色会变淡嘛，它就会越变越浅，它是已经给那个阳光已经漂白了那个感觉。它现在已经是10月中旬了嘛，之后是会慢慢的枯萎掉。但是就这颗，它是经过了一段时间颜色变浅之后，像这种就是变成枯玫瑰的颜色之后，它会再回升，到这个深粉色，有点像丝绒的那种颜色。我觉得这就是让它加分的一个特点吧。因为花叶绣球它的一个很大的共性是，就是花期特别长，它从6月份开始开，到7月份到盛开的时期，到8月份慢慢的降下帷幕啊，它这个花期有差不多2-3个月吧。但如果就是一直是它就是说遵循这么一个盛开，然后完了呢慢慢就是枯萎的这么过程的话，就是让人看久了难免有一点感觉乏味吧。但是这个 Big Bang 会最后再容光焕发一下，让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也增加了趣味性，也增加了这个花园的这个颜色吧。所以总结起来说，这个 Big Bang 呢，它比较适合就家里空闲的那个地不是很大的，然后完了就是或者花圃前面就是希望这个植株不要太高的地方，就是栽培就是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想就是植株比较高大的，是在那个花圃当中当主角的，这么一棵阔叶绣球的话呢，可能是这一棵Endless Summer 可能会好一点。当然就是前提是它的这个艳粉色是你所需要的颜色了，它那个艳粉是其实是很 vibrant 很鲜艳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形状，如果就是你是偏好这个圆润型的那我觉得非这颗 Big Bang 的莫属。但是你就喜欢它那个比较自由那种形态的，那这颗Summer Crush 可能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颗 Endless Summer Crush， 它的颜色是会随着土壤的酸碱度不同而有所变换的。如果土壤是呈微弱的酸性的话，它的花朵的颜色是会呈现那种紫红色吧，也会有一点蓝调在里头。但是如果土壤是碱性的话，它的颜色就是会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艳粉色。我这个土壤是有点弱碱性的，但是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试验，我也打算明年试一试看能不能把它调出来，就是那种紫红色，有点蓝调的紫红色，和这个艳粉色就是有点差别吧。然后这颗是不会随着酸碱度、土壤酸碱度的变化颜色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谢谢，拜拜。